气氛真的超诡异的。让我们一起继续探索布达佩斯必访的圣地。沿着多瑙河的河岸散步，走着走着，待会我们就可以看到著名的景点渔夫堡。渔夫堡是布达佩斯欣赏市景的首选之地，所以观光客来到布达佩斯一定要去朝圣一下。穿越马加蛇教堂就是渔夫堡。渔夫堡啊，真的是名闻遐迩，现在它就在我身后，噔噔。它超级像迪士尼的梦幻城堡，全部都是白色的。你看它的造型，听说它是新哥德式还有新浪漫主义风格的城堡，难怪这么美。看到渔夫堡，很容易让少女心大爆发，绝对可以满足女孩们的幻想，连墙上恐龙的石雕都觉得好童话呀。渔夫堡里面啊有个咖啡厅。穿过咖啡厅，可以看到超美的 view， 国会大厦、多瑙河全部尽收眼底，还有河上的小船，而且还著名的桥，全部都在这里，超美的。我觉得我真的好吵，因为真的太美了。眼前的视野豁然开朗，白天的景致就是这么的诱人。这是布达佩斯最美的风景。爬上城堡山，可以选择搭乘缆车，也可以选择徒步上山，一边欣赏多瑙河的城市和景观。新浪漫主义的渔夫堡啊，真的是充满了童话的氛围。你看啊，这个城墙，这个塔尖尖的，超级像童话故事里面巫师的帽子耶！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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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渔夫堡呢？为什么它叫做渔夫堡呢？顾名思义，是因为啊，以前有很多的渔夫，他在里面吃汉堡。其实不是啦，渔夫堡呢，其实是以前有很多的渔夫，他们在中世纪的时候呢，负责守卫城墙这一带，于是呢，必须要常常在这个城堡里面开会，因此这里就叫做渔夫堡。匈牙利人历经战火的过去，匈牙利国王为了抵御外侮的入侵而兴建了渔夫碉堡。穿越回廊，等一下我们要探访渔夫堡附近让人又怕又爱去的超级诡异的景点。现在啊，我们要去参观布达佩斯的地下迷宫哦。听说啊，这里是排名第8名，也就是大家最喜欢来欧洲观光的地方哎。让我们去一探究竟，走。地下迷宫里有一段让整个中世纪为之战栗的历史传说。阿西布门弄把 visiter le bihan c'est cool on y va on y va 阿西布 tu laisse-moi visiter tout ça là on est le meilleur partner tu sais don't pis就 visiter tout ça 后这个阿西布让我一个人去参观这个地下迷宫，没有任何一个人跟我作伴，其实我有点害怕耶。别怕别怕，大步的向前走就对了。其实啊，进来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迷宫有点像鬼屋，有很多的雕像。牢笼里打着光的雕像，追溯到18世纪黑伯爵的故事。当时一个贫穷却又爱奢华享乐的伯爵与劫匪做交易，在掠夺的过程中不小心杀害了一个无辜的女孩。据说女孩的鬼魂一直缠着住在地底下享乐的伯爵。地下迷宫还有另一段更恐怖的传说正在前方等着我们。这个迷宫啊，这个还蛮大的。左边、右边，该往哪一边呢？现在啊，在我身后啊，是一片完全的黑暗。还好啊，手机的光还可以照一点方向。这里果然是一点都收不到讯号呢，所以一定要小心的走。待会我们要继续往前行，这个地下迷宫，希望我能够找到出路。刚刚有说到啊，这个地下迷宫是用温泉水侵蚀而成的，你看，有声音。一点点声音我都会被吓到。这里啊，很容易被其他游客脚步声给吓到。还好他是游客，我看得到。听说啊，这个地下迷宫啊是温泉水侵蚀而成的，所以你看，都还有温泉水侵蚀过的痕迹耶。你看，有点像巴黎的地下墓穴。摄影师不要离我太远了。
当我们知道在黑暗里面其实很难平静的前进耶，想到但丁和诗人的对话，我们来到看不见的世界，把所有恐惧跟懦弱放在一边吧。走在迷宫，还有完全黑暗潜规则。前面地上都一滩滩水，现在要轻轻的涉水而过。在这个完全黑暗的地方，只有水声，还有我的脚步声，还有我一个人自言自语的声音。走在恐怖迷宫，感觉五感都变得好敏锐。音乐啊，真的其实还蛮吓人的。我发现我越靠近这个音乐就越惊悚。好像没有路了，难怪要穿过这个牢门吗？伴随着滴答水声和音乐，我们越走越有密室逃脱的感觉。这一间呢，很像是他们以前可以囤积货物的地方耶，或是打战的时候躲避的防空洞。在经常发生火灾和战争的时期，人们利用洞穴积水建造通风口和水井，洞穴酒窖成为以前人避难的地方。大家投了好多钱币哦。这是地下迷宫的路线图，我们在这里，现在我们才走了一点点。当然，地下迷宫长达1000米长，没那么快走完啦。其实地下迷宫、地下洞穴已经存在万年之久。我觉得要走每一步都胆战心惊。地下迷宫真的很像拍《神鬼传奇》电影的气氛。竟然有一座棺材！哇！加快脚步通过。你看，我找到一个宝藏，19世纪布达佩斯博物馆珍藏。叮！你太慢了啦！这13到14世纪哥德式土耳其石柱宝藏早就被珍藏喽。中世纪有许多关于洞穴的神话，像是土耳其人把宝藏埋在洞穴里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洞穴慢慢的被遗忘。看本啊，解释着这个地下迷宫有一段故事，就是啊，在这之前呢，他们关了罗马尼亚很有名的吸血鬼德古拉伯爵，在他生前呢，他在这里被关了12年，直到他死亡，真的是让人不寒而栗耶。我觉得感觉雾越来越浓了耶。潮湿的墙壁，冷飕飕的风，袅袅的烟雾弥漫着阴霾，空气感觉越来越凝重。布达的地下迷宫，15世纪正是因为这位地下客人而闻名。著名的德古拉伯爵是匈牙利国王马提亚斯的俘虏。传说德古拉伯爵的尸体埋在布达迷宫中，他的头却埋在别处。我觉得我现在我想要闭着眼睛走，好恐怖哦！太恐怖了吧！这气氛真的超诡异的。听到脚步声。怪异的音乐，阴森森的气氛，感觉随时有蝙蝠会冲出来耶。说往左边还往右边呢，已经开始伸手不见五指了。中间有一个要像守护者，难道这是德古拉伯爵的墓吗？真的耶，是德古拉伯爵的，他的墓碑。上面很清楚写着，他在1476年离开。无论吸血鬼是否只是虚构的传说，但罗马尼亚的德古拉伯爵是真有其人。是个笼子，难道他们以前是把人关在这里吗？哦，那气氛真的是超级阴森的。哦，我的妈呀！哦。德古拉伯
伯爵，也就是弗拉德三世，常用残酷的刑罚把敌人插在长矛上，任其腐烂，吓跑不少敌人，因此有穿刺工的称号。阿西布，神秘的地下迷宫，毛骨悚然的感觉依旧萦绕不去，一定要有胆子，或是结伴再来。布达佩斯的一天就这样结束了，下周我们还要继续布达佩斯的行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Bonjour, bienvenue au cours du professeur Ashibou. Répétez après moi. Bonjour, hello, merci, que ce nom? Je t'aime, Seretlek. J'aime les arbres, Seretem mafaka. J'ai faim, Iheshvayok. À la prochaine fois, au revoir.